也想证明我的能力啊。这个算命佬古古怪怪的，他说明天下午3点钟啊，这个小男孩将会在 Bugis Junction 出现。真的出现。 哇，阿鼻，这个是你画的，很美嘞，很厉害嘞，这么巧啊！动作还蛮快的哦。阿鼻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是个漂亮的洋娃娃。跟安迪白骨精说谢谢，谢谢。乖。我今天是来办领养阿鼻的事。你现在才来，会不会太迟？我早就办好了，再等他们办好一些小手续，我就可以带阿鼻回家了。不是说好公平竞争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卑鄙，先下手为强啊？你有说好要跟我一起来吗？你过分了，卑鄙！哎呦，阿鼻，你看，这个安迪白骨精啊，又那么凶了。阿鼻，你真的决定要跟这个大爸阿妈在一起啊？真的不考虑跟我在一起？你看，连小孩子都怕你，这样那些男人哪里敢追你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当阿鼻的监护人，我会密切留意他以后的生活。只要你有一点点对他不好，我就马上申请撤销你的抚养权。是啦，你有空啊，最好常常来看他，有多一个人疼阿鼻，我不知道有多开心啊！啊，阿鼻，我想问一问你关于宇泽叔叔的一些问题，可以吗？你最后一次见到宇泽叔叔是在什么时候？你们做什么？宇泽叔叔带我去公园坐秋千。当时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他心情好不好？有没有跟平时不一样啊？哦，你现在什么犯人啊？有吗？当然有啦，警察职业病，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啊。如果他想到什么，一定要马上通知我，不管有多小的细节。OK 啦，阿鼻，我们不要跟这个安迪玩稳打游戏了，回家了，收拾东西。有人写信给宇哲叔叔。什么信？这是谁写给宇泽叔叔的？你闭上眼，心里想着要问的事。无聊啊！我真的可以预测到你2、3个月内发生的事，你照我的话做，不然我不帮你烫衣服。好。你选3张，凭直觉选就好。闭眼。
3张牌代表死亡、迷茫、不安。我看近期内你一定会发生很大很大的灾难，应该没有好下场。呸！这个乌鸦嘴啊，乱讲话！希望你不会死得太惨。你到底会不会的？学了一点皮毛就乱讲。虽然你走了，我有点舍不得，不过这就是人生嘛。哎，我洪朝啊，几十年来在刀口下过活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，我就不信。哼！这是星辰占卜师亲笔签名的限量版，不用等到2个月。现在我就让你知道塔罗牌的灵验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冲动啊！不要冲动！我最多是买一副新的塔罗牌给你，你别来！哎，你们又在玩什么？你不要怕啊，他们只是在玩，不过你不要学啊。来，叫阿公，他是红茶阿公，还有安妮姐姐。嗨，阿斌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这个家啊，终于有人比我小啦。阿 B 啊，你要记得啊，阿公以前是很出名的，每一个人都叫我霹雳刀红潮哥，一个人啊砍倒47个嘞。阿斌，不要理他，安妮姐姐带你去吃包，这里包很好吃的。没大没小，哎，这个家越来越不像话。如果是30年前，我一刀已经把他砍死了。又砍人呐！现在家里多了个小孩，以后讲话要小心点呐。啊，不用怕啦，他跟着我一定不会学坏的。你还是少跟阿比讲话比较好。13呢？还没有回来啊？还没有啊，这个家伙啊，这次玩真的，离家出走了。你讲没2句就走，我们又不是不相信他。谢谢。你还要气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生气。人家大包把你当成一家人，不会怪你的。我是气我自己，气我自己没有骨气，没有胆子，被人家吓一吓就出卖大包姐。其实他们也没怪我。如果能像你这样，像我什么？没事。你以为我不怕死啊？我也怕啊。怎么样？看不出来吧？妈的演技还不错吧？哎，你以为自己坐在这里很帅啊？哎呀，都怪我不好啊，搞到你连家也不回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没脸见你。真肯开口说话，都说没有怪你啦。你是男人呢，干嘛比我还婆妈？洪超说啊，你看不起我没关系，不连我都看不起自己啊。如果当时你为了我被3番杀死，我就真的气你呀！你想想啊，如果你死了，你妈有多伤心，我有多伤心，搞到我们哭哭啼啼，没有好日子过，你说我气不气你？我们只不过是普通人，又不是英雄，怕死也是很自然的啊。所以为了身边的亲人，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啊，懂吗？小明，是啊，找我有事吗？坐。小曼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已经叫你不要插手调查宇哲的案件，但你还是一意孤行。我有吗？沙帆挟持我是个意外。Come on， 不要侮辱我的智慧。你早就预料到沙帆是有可能会找上你。我的确有这样想过，可是我不肯定。
你根本就有把握他会找上你，否则你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派你的人手到医院去布置一切？你不通知我，就是要私底下行动，也就是不尊重我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根本没有时间通知你。不过我没有不尊敬你的意思。如果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OK， 既然这么喜欢调查失踪案，我就成全你。你愿意让我查宇泽的案件？杜小曼，迷恋你的人D。我知道送花的神秘人是谁了，严德伟，花是你送的。怎么可能会是我做的呢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花给女人的。说得对，你这种老粗是不懂得浪漫的。这神秘人每隔一段时间就送花给老大，却又不露面，这样能追到老大吗？我在想，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变态跟踪者？而且是胆小、没用、自卑、无能的男人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德伟？是不是你们的头啊？哎，你们现在不用工作啊？没有工作做事吗？打个报告写好了没有？去做工啊！有案件。老大，你的神秘仰慕者 D 又送花给你了。哎，这些都是失踪案。老大，失踪案哪里是我们负责的？从现在开始就是了。Andrew 要我们查失踪案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一定是替我们抢了他的功劳，所以故意要我们查小案子。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只要是分配下来的工作，我们都要做好。再说，案件不分大小，有很多严重的罪案都是从失踪案开始的。这么多案件，我们要查哪一宗？我们先来分类，过后才决定由哪一宗开始。来，大家加油！来。妈，你在忙什么 cheesecake， 这么忙还有闲情做 cheesecake 啊？这是减压的一种方法，也是生活的艺术，懂吗？新口味，尝尝看。我刚跑完步，如果现在吃 cheesecake， 不是超浪费吗？会胖的嘞。你又老又丑，再加上个胖，也没什么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有“最毒妇人心”这句形容词加在女性的身上。你是最佳的代表。如果你不懂得自爱，嫁不出去也是活该。吃不吃自己决定。哎，如果我是为了怕胖不敢吃，哪里敢当杨秋俊的女儿？明天多跑7K 啊！妈，我想领养一个小女孩。干嘛领养？你有不育症啊？我想当妈妈，不过不想经过谈恋爱、结婚那些阶段。你会照顾小孩，不要误人子弟啦。母爱是天性啊，女人不是自然会照顾小孩吗？怎么样？继续打击我的信心啊！继续啊！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有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现在不是很幸福吗？有你这么厉害的母亲。我有什么厉害？能生我这么优秀的女儿，不是很厉害喽？啊，嘿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距离上次谈恋爱到现在有多久了？哎，久到记不起来啦。喂，你是不是不懂得跟男人相处？没有。或许我应该帮你找出答案。放过我吧。
手上有60万现金，你放了我，钱就是你的。你应该很清楚，当警察赚得了这些钱吗？当时宇哲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，可是他却在这里和上方一起失踪。我们不能排除宇哲有帮助上方逃走的可能性。找谁？你是曹先生吗？我们是 CID。是关于我儿子的失踪案吗？你现在有时间谈话吗？阿月啊，警察来问话了。你们找到小博了？对不起，我们暂时没有小博的消息。曹太太，可不可以请你仔细的说一次小博失踪的过程？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你问那么多次有什么用？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小波的事，这样对案件是有帮助的。都已经2个星期了，你们什么都查不到，可能我儿子已经被卖去非洲了。不要这样，曹先生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如果你要我们尽快查出小博的下落，请你跟我们合作。就只有你们2个负责查案啊？这宗案子现在是由 CID 来负责，这证明警方很重视这件案子。曹先生，你曾经组过乐团的？也不是什么乐团，只是在pub里面驻唱。曹太太当时也是其中一名团员。曹先生，你的职业是？我以前是行政经理。那现在呢？他目前暂时没有工作。介意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辞职？我不想做就不做了。你是被裁退的吧？我猜你前上司是个女的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只想多了解小博的家庭背景。曹太太，你的职业？我在一间电信服务公司当接线员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小博失踪的过程了吧？当时我带小博到红帽桥的社区中心买东西，一时看得太入神，没有留意到小博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小博，小博在哪里啊？小博，小博，小姐，你们看到我的儿子这样高的？当时我找不到小博，有去向饼店老板求救。周伯，你们看见我儿子啊？没有啊。我儿子不见了，怎么办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你们刚才有去什么地方啊？仔细讲。是我一时太大意，没有看好小博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整天认错有什么用？可以把小博找回来吗？据我们所知，小博是个过动儿，照顾他很不容易吧？曹先生，你可不可以把小博可能去过的地方详细列下来？可以找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找了。一个5岁的小孩可以跑到哪里去？他如果不是被拐带，可能早就已经被……不会的，小博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之前调查这起失踪案的警员告诉我，他们已经找过所有小博有可能出现的地点，也询问过他的朋友以及曹氏夫妇的亲友，都没有头绪。这个家庭有问题，一看就知道，那个曹品的脾气那么暴躁，真想揍他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那么嚣张。但是掩饰自卑的假象，跟某人有点像哦。他是个没有自信、内心极度不安的男人，对女性抱着藐视的态度，显然有性别歧视的倾向。最近被女上司裁退，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挫败感。我也觉得他对你的态度有点恶劣。他
他们家里的空间并不大，却摆放了这么占地方的鼓和音乐器材，当中大部分的是属于曹品的私人物件，可见他在家里是最有权力的人。他们客厅里除了全家福照，其他的都是他个人照，显示他想不断的自我肯定，也急需家人的崇拜。他在家里建立霸权，来平衡他在外面受到的屈辱，妻子成为代罪羔羊。我看得出李美月很怕曹品，什么都听他的。我猜他对家人有施用暴力。当女人男人最无耻了。老大，那曹品会不会跟小波的失踪有关呢？红茶哥早。喂，早。阿碧，昨晚睡得好吗？阿公，没穿衣服是没礼貌的。去穿件衣服啦。哎，整天问塔罗牌有个屁用啊！谁知道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哼，我才不相信啊！下一分钟你就会去换裤子。我偏偏不要换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哼！阿 B 刚刚把奶洒在椅子上，我还没来得及擦。你知道又不告诉我？哇，你最近整天迷上这种东西，真的那么神奇吗？大宝姐，你今天有空吗？做梦。我想让你陪我去这个地方。看演唱会啊？不是，它叫星辰，是年轻一代刚崛起的现代占卜师。我呢想更进一步了解西方占卜学的奥秘，所以有必要去拜访他一次。那你自己去咯。你陪我去啦。怎么一直要我陪你去？你跟我去了就知道了。你去吗？去吗？去吗？欢迎光临，请进。对不起，这里是禁止拍照的。哦 ，sorry 啊。下午好，我叫 Silvery， 是负责接待工作的。为了确保你们不会拍照，请把你们的手机存放在这里。哈，这么麻烦的？抱歉，这是规定，请多包涵。大波姐，没关系啦，就把手机给他吧。谢谢。Wonderful. That guy is amazing. 大波姐，你看，连洋人都是 wonderful。在你们进入之前，请在这里登记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两位，请先坐，喝杯茶吧。谢谢。请问我们需要等多久才可以见到这位西洋星辰先生？好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，耐心点吧。我保证，你见到他之后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小姐，到你了。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哎呦，等一下啦，应该不会很久的。对了，一个人见他需要多少钱啊？20啊。200啊？我不会叫他去抢。小声一点啦！怪不得硬要我跟着你来，原来是要我来这里给人家砍菜头啊！大波姐，你看这排场一定值回票价的啊！坐吗？坐吗？
Jared， 你失踪前是谁带你走的？小丑。是不是脸是白色的，鼻子红红圆圆的，像是马戏团的小丑啊？魔术师。哦，是会表演魔术的小丑。这5天里，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？那你都在做什么？这名男孩叫 Jared， 5岁，是在我们失踪档案里其中一个案件。5天前他失踪，没有他的消息，直到3个小时前，他突然出现在Chantonville。为什么这个疑犯要把小孩扮得那么怪异？明明是男孩子，却把他们搞得像洋娃娃，很诡异。会不会是个恋童癖的变态佬 ？Jared 到了医院做了身体检查，证实没有受到性侵犯，也没有受过伤。Jared 一直神志不清，过后还有呕吐的现象。我猜他是被喂食过量的止咳药水，所以他跟疑犯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半迷糊的状态，完全搞不清楚发生过什么事。可是疑犯的动机是什么？难道自保没事做搞恶作剧啊？我目前可以设想疑犯为男性，他以小丑的装扮来掩饰自己的身份，也利用魔术戏法来吸引小孩，过后趁机拐带小孩。大家分头到 Jared 失踪前的地方，查问有没有人见过这个小丑。几点了？还要等多久？就快轮到我们了啦！县城先生刚才讲的都是真的吗？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孩子的。来，这边请，2位可以进去了。啊，哦，你的小孩不见了，失踪多久了？星辰先生已经帮忙他们2位找小孩，他们很快就可以一家团圆了。这么厉害！来，这边请。欢迎2位，请坐。我看到大包，你刚才登记的时候写什么名字？林正义啊。邪门呢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叫大包？2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却比亲姐妹还亲，很难得。星辰先生，你太厉害了。请你随意抽出1张牌。这么恐怖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请你伸出你的双手。对不起。你好像在寻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是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吗？答案就在这里。你是说他已经被人吊死了？盘面上的画面并不代表真正的含义。吊人在逆位可以解说为你找的人处境危险，但他还是处之泰然，当中带有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精神。也就是说，他会没事？可以这么说。那你有办法知道他在哪里吗？现在无法知道，下次你再来，或许会有答案。刚才我听说你在帮一对夫妇寻找失踪小孩，你真的知道那个小孩在哪里啊？你想证明我的能力啊？也不是啦，好奇而已嘛。啊，
好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哎呀，又还我的头发，还敢不听话？不听话，又还我的头发。到底爸爸去了哪里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他永远不会回来了，你再也没有爸爸了。虽然2个人啊就要收400块钱是贵了一点，但是这个西洋算命了，还真有2下子啊。是西方占卜师，我都说是物有所值的啦。来。 我先上去了。一些失踪案件需要你帮我找一找。CID 有负责失踪案的咩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是不是被上头降职，所以才做这些芝麻绿豆的小案件啊？案件不分大小，到底要不要帮？哇，这么多啊！谢人费怎么算？还真现实哦。 总之不会亏待你啦。我刚才看到这小男孩的父母嘞，哪里？在一个西洋算命佬的屋子里咯。你说什么？这个算命佬古古怪怪的，他说明天下午3点钟啊，这个小男孩将会在 Bugis Junction 出现。所以？ 说打算去看看哦，是真是假就知道啦。你说真的？还有假的没？刚好5块。连这种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你也相信？没想到你这么无知。本来我是不相信的，可是啊，他连我想要小雨珍的事情都知道哎，说神奇嘛。你把这个机密的案件透露给他知道？当然没有啦，是他自己说的。 这个算命真的有点邪门嘞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有法术啊？世界没有法术的，只有骗子那些被骗的无知妇孺。嘴巴要不要卖下？或者应该用消毒水洗一洗啦，只是去看一下而已嘛，又不会吃亏。如果他真的知道小孩出现的地点，那表示他和案件有关。那我们一起去。 3点了，我看我们在浪费时间呢。真的出现了！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？爸爸妈妈呢？
不要担心，他们是看不到你的。你仔细看这5个人，你没有见过他们。查过那5名扮成小丑的男子，发现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聘请回来的。他们扮成小丑的原因是为了推销一个新的产品，他们没有可疑之处，应该不是疑犯。嫌犯一定是利用小丑的形象混入其中，然后趁机拐带小孩。Zack 和 Jared 一样，被喂食了强力止咳药水，导致他神志不清，无法说出失踪期间发生什么事。这2个小孩没有连带关系，父母也不认识对方。至于这个变态佬和这2个小孩的关系，暂时还在调查当中。Zack 也在我们失踪档案里，我已经把这段期间所有失踪小孩归类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可能面对一系列的连环儿童失踪案。这个变态佬懂得乔装自己来隐藏身份，他的计划也没有漏洞，他应该不笨。疑犯至少受过高等教育，智力在普通水平以上，在现场看到我时，反应敏锐，相当机灵，有表演天分，可能从事表演行业。疑犯没有向小孩的父母勒索，也就不是绑架，他也没有对小孩性侵犯。那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啊？这种变态佬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特意的把小孩打扮成洋娃娃，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这可能是一种投射性的报复心理。什么报复心理啊？那些小孩子有得罪他吗？疑犯在童年时曾经遭遇同样的对待，他可能是被逼穿上女装，打扮成洋娃娃的样子。也许小时候他父母把他变成洋娃娃，有可能。他的目标都是介于5、6岁的男孩，我猜他在那个年龄阶段受到伤害的。如果是他父母害他，直接找父母报仇好了，干嘛要对付那些小孩子？有什么意思？大部分的变态者都是因为心理障碍无法进行正常的性行为，所以当疑犯看到被他装扮的男孩，会有一种宣泄的感觉。这么变态的、啊？我看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好像你了解变态的心理啊。我看你也不怎么正常啊。我们可以根据疑犯的行为做分析，从中了解他们的心态，这叫犯罪侧写，你明白吗？我看你应该是不明白。听写默写我就明白，什么犯罪侧写我当然不懂，我懂的话早就当警察了。不过呢，你说的人的确有点像他。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机放在这里？那是因为手机的辐射作用会影响到星辰先生的磁场。听到没有？会影响磁场啊！等一下星辰先生算不准你就知道啊。我来过了，还需要写名字吗？当然需要，所有来拜访的人都需要写上名字的。幸好我有预约啊，不然像我那天啊，等到我屁股都坐扁了。2位，这里请。欢迎2位。Hello， 星辰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次我特地带了我的好朋友来见你啊。请坐。杨秋君应该不是你本名，应该是你母亲的名字吧？做梦用假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朋友啊，只是开玩笑而已啊。没问题，常常都有人会想来证明我的能力。那你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吗？胡小曼小姐，或者应该称呼你为胡警官。哇塞，你厉害嘞你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几个月前有上过警讯节目，当时你讨论犯罪心理学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啊，像上次一样，一见面了他就知道我叫大包。我从来不会特意去证明我的能力，
只有碰到有必要时才会用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？胡警官，你现在要审问我，我可不是罪犯啊！你不说，我一样可以查出来。你今天来的目的，应该是想问我关于儿童失踪案的事吧？对呀，那个小孩啊，真的准3点钟了，出现在你说的那个地点了。哇，星辰先生，对你啊，我只能写个福字啊。小男孩总算平安无事，他的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。你怎么会知道小孩出现的时间地点呢？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个占卜师啊！不要对我装神弄鬼，我不信这一套的。这世界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量，我不会勉强你相信的。你认识曹品和李美月夫妇吗？认识，他们是我以前的朋友。曾经一起组过乐团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以前？那现在不是朋友吗？失去联络这么多年，还称得上是朋友吗？他们的儿子小博，2个礼拜前失踪了。既然你有预知能力，不妨帮老朋友找孩子吧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一定会帮助他们的。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上次问你关于我一个好朋友失踪的事，你可以帮我找回他吗？我相信你这位朋友和胡警官也有关系吧？哇，你真的什么都说中哎！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？那就要看看胡警官是否愿意让你问。走吧。反正都来了，顺便问一下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改次我自己来问你，拜。曹品和美月的儿子失踪了，是不是你做的？